在引入了向量的概念，并且用频率分析来分析正弦稳态电路以后，我们介绍了2种应用：谐振和互感。从本讲起，我们开始介绍第3个应用——三相电路。三相电路是电力系统用来传输电能最常见的方式，它比单相电路的效率高，比多相电路的可靠性高，因此得到了广泛使用。要想研究三相电路，首先必须要介绍三相电源，这就是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大家请看，这是一个发电机内部结构的简单示意图。中间这个部分我们称作转子，它会被原动机拖动进行旋转。周围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定子，它的位置是固定的。我们在第60讲时给大家展示了发电机转子和定子的照片。对于三相发电机来讲，在定子上每隔120度布置了一对线圈。比如说这里是 AX 线圈的话，那么错120度以后，这里就是 BY 线圈，再错120度以后，这里就是 CZ 线圈。发电机转子的 N 表示北极， S 表示南极。随着发电机转子被原动机拖动旋转，就导致定子上的线圈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如果说线圈外面接了负载，就会有电流的产生。我们来看，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大家请看，当前转子的 N 极指向 B，S 指向 Y。应用大家在物理学所学的知识，就知道 BY 线圈此时所获得的电动势是最大的，这一点从波形图上可以看得出来。类似的 N 极切割 A 的时候， A 项获得最大电压；切割 C 的时候， C 项获得最大电压。通过这个动画，我们就可以发现，这3个在空间上相互之间互错120度的线圈，在被相同的转子所产生的磁场切割了以后，它们所发出来的电压是相互错120度的。这3个线圈总共涉及到6个接线端，我们称其中的 A、B、C 为始端， X、Y、Z 为终端。应该指出，这6个端称哪一个端为 A 实际上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们在结构上完全都是对称的。但是一旦我们指定了某一端为 A 的时候，那么与其相对的那端就是 X。 在空间上落后旋转方向120度的就是 B， 与 B 相对的就是 Y。 在空间上落后 B 120度或者说领先 A 120度的就是 C， 与 C 相对的就是 Z。 也就是说 A、B、C、X、Y、Z 是随意指定的，但是一旦指定一个，剩余的5个就相应的指定了。通过刚才的动画，我们发现三相发电机能够产生3个具有相同频率、具有相同幅值、相互之间相位互错120度的单相电压源。我们把这3个单相电压源统称为对称三相电源。下面我们就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3个电源的特征。我们假设 AX 电源所对应的 UA 出向角为0度。由于在空间结构上 B 是落后 A 120度的，因此 UB 在电角度上也落后 UA 120度。C 在空间上落后 B 120度，因此 UC 在电角度上落后 UB 120度。但是由于360度是一个周期，因此 UC 也领先 UA 120度。这是时域表达式，如果用向量来表达的话，它们分别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妨把它们的向量图画出来，也就是这样。这是 UA， 它逆时针以欧米伽为角频率进行旋转。UB 落后它120度， UC 领先 UA 120度，同时也落后 UB 120度。我们做一下向量相加，很容易发现 UA 加 UB 是等于负 UC 的，也就是说 UA 加上 UB 加上 UC 是等于0的。这一点我们是通过向量图得出的结论，大家不妨用时域表达式进行相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意味着三相对称电源的瞬时电压之和和向量电压之和均为0。这三个频率相同、幅值相同、相位差互为120度的单相电源有两种连接方式。第一种连接方式是我们把所有的终端连接成为一个点，我们称之为 Y 接。第二种连接方式是我们把 A 和 Z 连起来， B 和 X 连起来， C 和 Y 连起来。这种连接方式我们称之为角接。关于星接和角接电源，我们有若干名词需要在这里进行定义。首先是端线或者火线，从始端对外连接的线就叫做端线，比如说图中的 ABC 连线。在大家日常生活见到的高压交流输电线，比如说图中给出的紧凑型三相交流输电线中，这三根线就是 ABC 火线或者说端线。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把 Y 接的终点也引出一条线，这条线就称为中线。因此，三相电源对外可能有几种不同形式。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 ABCN 这4条线，就称之为三相4线制；如果说只有 ABC， 则称为三相3线制。每条端线上所流的电流就称为线电流，在图中分别是这样的。端线之间的电压我们称之为线电压，也就是 UAB、UBC 和 UCA。除了端线之间的电压电流关系之外，我们有时候还感兴趣电源和负载中每相上的电压和电流，因此就有相电流，也就是说，对于电源来讲，每个电源上流过的电流。类似的，每一项我们也可以有相电压。大家发现了吗？对于电源来讲，我们每一项都用非关联参考方向标注，不管是 Y 接还是角接都是这样的。这意味着我们隐含地认为电源是对外提供功率的。在接下来的几讲，我们讨论负载的时候，相电流和相电压一般设为关联参考方向，这意味着我们隐含地认为它们一般是吸收功率的。好的，关于三相电源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5讲。我们在上一讲给大家介绍了三相对称电源之后，这一讲里给大家介绍三相对称负载。把三相对称电源和三相对称负载连接起来，我们就构成了三相对称电路。类似于三相对称电源，三相对称负载也有两种连接方式。首先是 Y 型连接。在 Y 型连接里，我们知道线电流是等于相电流的，这一点非常直观。但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负载上的线电压和负载的相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关于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首先，根据当前的三相4线制连接关系，我们知道所有的负载上都连接了对应的电源相电压，也就是说，负载的相电压是三相对称的。同时，我们假设 A 项的出相角为0度，因此它们的向量是这样的。我们把它们的向量图画出来，那就是这样的。利用这个向量图和 KVL， 我们就可以研究出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的关系。首先 ，UAB 是等于 UAN 减去 UNB 的。我们用三角形首尾相接的方式，以这里作为 NB 的起点，也就是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因此 UAB 是这样的。UAB 领先 UAN 的角度很容易算得出来，是30度。UAB 的幅值是 UAN 的根号3倍。类似的应用 KVL， 我们可以得出 UBC 领先 UCN 30度， UCA 领先 UCN 30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星型连接负载的象限关系。那也就是说，
线电流是等于相电流的，线电压之间也是对称关系。线电压是相电压幅值的根号3倍，线电压是领先对应的相电压30度的。我们所谓的对应，就是指的 AB 对 AN、BC 对 BN、CA 对 CN。好，接下来我们来研究另外一种连接方式，那就是三角形连接。对于三角形连接来讲，很容易看得出来，相电压是等于线电压的，也就是说 UAB 直接就加在了这一项上， UBC 直接就加在这一项上， UCA 直接就加在了这一项上。由于我们假设线电压是三相对称的，三个负载的阻抗值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它们的相电流是这样的表达式，也就是说 IAB、IBC、ICA 是三相对称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向量图画出来。接下来我们研究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3个节点应用 KCL。首先是这个节点，我们知道 IA 是等于 IAB 减去 ICA 的。类似于此前的那页，我们需要用三角形首尾相接的方式，把这一点作为负的 ICA 的起点，也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知道了 IA 是落后于 ICA 30度，幅值是 ICA 的根号3倍。类似的，我们也知道 IB 是落后 IBC 30度，幅值是其根号3倍。IC 是落后 ICA 30度，幅值是其根号3倍。因此我们就总结出了三角形连接的相线关系，也就是说，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之间三相对称，线电流的幅值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其相角落后对应的相电流30度。把对称的三相电源和对称的三相负载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对称的三相电路，比如说图中所示。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三相电源可能同时给多个对称三相负载供电，而且多个对称三相负载的连接方式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情况中可能是这样的：负载1是 Y 型连接的三相四线制供电，中线中有一个阻抗；负载2是三角形连接的供电。我们需要算出所有的线电流和相电流。这就是我们第86讲的主要内容。大家会发现，我们本讲中讨论的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的相线关系，也就是星形连接的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满足；三角形连接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满足。这些结论在其中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好的，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6讲。我们在前2讲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对称三相电路的分析。我们的讨论从这样一个例题开始：这是一个三相四线制的系统，原侧是 Y 阶的对称三相电源，负载侧是 Y 阶的对称三相负载。电源的相电压在这里已经给出了，现在需要求的是所有的线电流。对于这个题来讲，很显然，我们在电阻电路中讨论的任何分析方法，也就是节点、回路、叠加、戴维南都可以适用。我们依次来讨论一下。如果说用节点法的话，我们设这里为参考节点，这个电路唯一带求的变量就是这个 U。如果用回路法来讲，那么这个电路涉及到1个、2个、3个回路，需要列写并求解3个方程。叠加定理，我们需要分别求解每个电源单独作用时的电路，需要求解3个子电路。由于我们这里需要求的是4个线电流，因此用戴维南定理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用节点法来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来列写一下节点电压方程。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列写 KCL 的一种方法。对于任何一个节点来讲，等式左边是从阻抗上流出的电流，等式右边是从电源上流入的电流。对于这个题来说，只有一个节点，因此只有自导纳这一说。我们把它的所有自导纳都写出来，共有4项。
这是等号的左边，等号的右边为从电源流入的电流，也就是说，我们分别整理一下左边和右边，可以得到应用我们在84讲所获得的知识，大家可以知道这一项是等于0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3相4线制的对称3相电路来讲，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 U 小 n 大 N 是等于0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我们在第13讲讨论平衡电桥的时候，就已经引入过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电路里面，如果2个点之间的电压为0，我们可以用任何值的阻抗将其替代，替代之后并不改变其他支路量。我们在第37讲用戴维南定理来证明了这个结论。由于 U 小 n 大 N 是等于0的，因此很显然 I 小 n 大 N 是等于0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小 n 和大 N 之间用一条短路线将二者连接起来，忽略中线上的阻抗的作用。大家发现了吗？经过了这样一个等效变换以后，我们可以分别的把 A 相电路和 B 相电路和 C 相电路进行单独的处理。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3相电路，但是它可以拆成3个单相电路之和。对于这3个单相电路来讲，我们可以分别求解，也就是大家发现了吗？由于对于原电路来讲，2个中点之间是可以短路的，因此我们可以把3相电路抽成3个单相电路来求解。而由于在这3个单相电路中，负载的阻抗值完全是一样的，电源的电压值相互之间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幅值相同，角频率相同，相角互差120度。这就意味着，事实上来讲，我们只需要求解 A 相电路就足够了。IB 和 IC 完全可以应用电流的对称性来得到。这就是我们在本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对称3相电路可以抽单相来计算。这里的抽单相，我们一般指的是抽 A 相。接下来，我们用3个例题来看看怎么抽 A 相。首先，这是一个3相3线制系统，电源和负载都是 Y 阶。由于这是一个对称3相电路，因此虽然在本题中小 n 和大 N 之间是开路，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开路电压为0，因此完全可以用一条短路线把它们短接起来，不影响整个电路其他任何支路量。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抽单相的方法来求解这个电路了。我们把 A 相电路画出来。题中给出的是线电压有效值380度，我们不妨设。根据 Y 阶的象限关系，我们知道需要指出，严格来说，380比上根号3并不刚好等于220。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取整处理。对于这个 A 相电路来讲，相电流由于负载是 Y 阶，因此我们知道 A 相的相电流就是 A 线的线电流。于是我们就求出了 IA。基于对称性，我们知道 IB 是落后 IA 120度的，因此有。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接下来的这个电路是3相3线制，电源是角阶，负载也是角阶。对于这个题来讲，我们可以有2种方法来做。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 UAB
和这个阻抗构成了一个回路 ，UBC 和这个阻抗也构成了一个回路 ，UCA 和这个阻抗也构成了一个回路，而且这3个回路是可以单独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算出类似的，我们可以假设 UAB 是等于380 0度的，代入数值我们就可以知道，由于负载是角接，因此满足角接的象限关系。我们知道 IA 是 IAB 的根号3倍，其相角落后 IAB 30度，因此有又根据对称性，我们知道 IC 是领先 IA 120度的，因此有。除了这种方法之外，我们也可以利用星三角变换和电源的象限关系，把它们转成2个 Y 接的电路，并且抽出 A 项来，也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UAB 是等于220负30度的，Z 是等于33.33 30度的，因此我们可以算出 IA 是等于由于此时电源和负载都是 Y 接，因此负载 A 项的相电流就是 IA 线电流。再根据对称性，我们知道，于是就完成了分析。大家可以发现，这2种方法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推荐大家采用第2种方法，因为在实际情况中，电源和负载都是角接的情况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混联连接。比如说这样一个题，大家请看，这个时候电源是 Y 接，负载1是 Y 接，中线上有一个阻抗，负载2是角接。对于这种情况来讲，我们比较方便的是用星三角变换，把负载2变成 Y 接，然后通过抽单项画出 A 项的等效电路来。至于 Zn 的作用，我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其他电路整个的支路量，因此它可以被短路。于是我们就可以抽出 A 项的电路来，是这样的。我们继续设线电压式，于是 UA 根据 Z1 的幅值和相角，我们知道对于 Z2 来讲，把它除以3，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标准的正弦稳态电路中，我们很容易算得出来。由于这是一个 Y 接的 A 相电路，我们很清楚其相电流就是线电流，因此这个 IA 就是我们带求的线电流 IA。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求解了这几个题以后，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对称3相电路的分析方法。首先，我们需要把电源通过象限关系转换成 Y 接，所有的负载也通过象限关系转换成 Y 接。如果说负载中线上连接的有阻抗的话，忽略它，也就是短路它。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负载的串并联画出其 A 项的等效电路，也就是图中的这个样子，算出 A 项的所有支路电流。由于负载全部是 Y 接，因此算出的所有 A 项电流就是实际电路中所有 A 线上的电流。接下来再根据对称性，我们就知道 B 项和 C 项的线电流了。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7讲，也就是关于3相电路的最后一讲。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3相电路的功率。首先，我们来讨论对称3相电路的功率。我们假设对称3相负载是 Y 型连接，
这里给出了每一项负载的模和阻抗角。我们首先推导一下瞬时功率，假设 A 项电压的出项角为0。根据负载的阻抗，我们知道根据对称性，我们能够得到 B 项和 C 项的电压电流。因此，对称三项负载吸收的瞬时总功率就是。当然需要指出，我们这里的电压电流都是关联参考方向，也就是这样的。把上式代入进行整理，就可以得到容易知道这三项之和为0，因此我们就知道了三项对称负载所吸收的瞬时总功率是，它也就等于，也就是说，对于三项对称负载来讲，它所吸收的瞬时功率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值，这个值等于3倍的相电压乘以相电流，再乘以星阶三项负载的阻抗角。当然，这个阻抗角也就是相电压与相电流这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位差角。这就是对称三项电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它的瞬时功率是一个恒定值。因此，我们知道它的三项平均功率是，这是用相值来表示的。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用线值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区分负载是 Y 阶还是角阶。对于 Y 阶负载来讲，相电压是线电压的根号3倍，相电流就是线电流。因此，三项吸收的总功率等于。类似的，如果说三项是角阶，那么相电压等于线电压，但是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因此可以得到，也就是说，无论负载是星阶还是角阶，如果用线值来表示的话，都可以统一的写成根号3倍的线电压乘线电流乘负载阻抗角的 cosine 值。需要指出的是，用线值来表示电压电流都是线值的模，但是对应的 φp 并不是这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位差角，而是负载的阻抗角。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推导并且写出对称三项负载所吸收的无功功率的表达式，那就是，如果用线值来表示，那就是基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我们就可以知道对称三项负载所吸收的总势载功率等于。我们在这一页中推导了很多公式，但是事实上来讲，大家没有一个公式是需要记忆的。因为对于对称三项负载来讲，总功率可以看成每项功率之和，每项的功率都是 UPIP cosine φp， 或者说 UPIP sin φp， 因此所有的公式都顺理成章了。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三项所吸收有功功率的测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并没有负载是对称三项的假设，也就是说，这可以是任意的情况。我们知道有两种供电方式，3项4线制和3项3线制。
我们首先来讨论3项4限制。对于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可以把里面的负载转换成 Y 阶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这3个阻抗值不一定是相同的。由于有中线，因此我们可以分别的测量每一项所吸收的有功功率。也就是说，根据我们66讲所介绍的关于功率表的知识，我们可以对于3项4限制的一般性负载做出这样的功率测量接线。大家请看，这3个功率表测量的分别是 A 项、B 项和 C 项所吸收的有功功率。但是对于3项3限制来讲，我们无法测量某一项的功率，因此为了能够测量3项吸收的总功率，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改变。这就是一种用来测量3项3限制负载所吸收总功率的接线。这种接线方式表面看起来读数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但是为什么它就能够测出3项吸收的总功率呢？我们需要推导一下。假设负载是这种情况，我们知道负载所吸收的3项瞬时功率等于在这里 UA、UB、UC 分别是3项的相电压。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节点上有 KCL， 因此我们可以用 IC 等于负的 IA 负 IB 来代替。代入其中，我们就可以整理得到这是关于3项吸收功率的瞬时值，我们需要求的是它的平均值。因此对于这个表达式，在一个周期内取平均值，经过简单的推导，我们就可以得到其中的 φ1 定义为 UAC 和 IA 这2个向量的相位差，也就是φ2 定义为 UBC 和 IB 这2个向量的相位差，也就是大家发现了吗？从这个表达式来看，我们需要有2个功率表，一个功率表的电压端要测量 UAC， 电流端要测量 IA， 它的读数是整个功率的第一部分；另一个功率表的电压端要测量 UBC， 电流要测量 IB， 它的读数是第二个部分。因此，根据这个表达式，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接线图。所以 W1 和 W2 的读数本身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但是它们二者之和就是3项所吸收的总功率。类似的，如果我们把 IA 等于负 IB 负 IC 或者 IB 等于负 IA 负 IC 代入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其他2种接法。我们称第一种接法为共 C 接法，第二种接法为共 A 接法，第三种接法为共 B 接法。在结束本篇之前，我们需要强调，这里给出的3项4限制和3项3限制2种3项负载有功功率测量方法都是不需要对负载有对称性假设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这道题里我们知道线电压有效值是380伏，第一组对称阻抗是星形连接，给出了阻抗值，电动机总功率是1700瓦，每项的功率因数是 0.8 滞后。我们需要求出所有的线电流，并且求电源给负载提供的总有功功率。同时我们还需要画出测量电动机吸收有功功率的功率表接线图，同时求取其读数。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个电动机。对于电动机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值是1700，这个值是380，这个值是 0.8， 因此我们就知道它的线电流有效值是。又由于我们已经知道其每项的功率因数是 0.8 滞后，因此对于电动机来讲，相电压领先相电流 36.9 度。接下来我们假设电源 A 项的相电压是
画出 A 象电路。根据这两个结论，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支路中，我们知道因此在这点用 KCL 可以得到因此三项吸收的总有功功率是大家请注意，这里的 φp 是指的从电源侧往右看 A 向相电压领先 A 向相电流的角度，也就是0减负46.2度。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问，要想测量三相三线制电动机所吸收的有功功率，我们需要用量表法。假设我们用共 C 解法，也就是这样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求 UAC 和 UBC。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了 IA2 的数值，基于对称性，我们可以知道因此 W1 的读数为W2 的读数为可以验证二者之和是1700瓦。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道题的分析。通过这道题，我们发现求解三相电路有几个容易出错的地方。首先，线值和相值之间存在着根号3倍的关系。其次，我们求功率的时候 cosine phi 是相电压领先相电流的角度。第三，量表法求三相总功率的时候 cosine 值是对应那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位差。只要大家熟悉和掌握了这3点，三相电路就是一种特殊的正弦稳态分析。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8讲。我们在此前的正弦稳态分析中讨论的都是电路的激励是某一个频率的正弦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向量法求出任意支路量。但是有的时候电路的激励是周期性激励，但是不是正弦激励。此时我们就可以用傅立叶级数把它展开成为若干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之和。由于我们分析的电路都是线性电路，因此这些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激励所产生的响应之和，就是整个电路中任意支路上的响应了。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3讲所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第88讲里，我们将介绍周期性激励的傅立叶级数。这是一个数学味道比较浓的内容，大家在微积分课程和信号与系统课程里将对傅立叶级数进行详细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只列举若干对电路分析有用的结论，而不对其进行证明。首先，我们来看周期性非正弦激励在电路中是大量的存在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基于二极管的半波整流，假设 US 是一个正弦信号的话，那么在电阻 R 上的 U2 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波形。很显然，它是一个周期性非正弦的信号。如果我们把 U2 作为下一级电路的激励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响应会是什么呢？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方波、锯齿波
这些波形都是电路中实际常见的波形，由它们所带来的响应该如何分析呢？傅立叶级数给出了对这种信号进行分析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任意满足迪里赫利条件的周期函数都可以分解为傅立叶级数。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迪里赫利条件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电气工程领域，常见的信号都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傅立叶级数。傅立叶级数可能有很多种的表示方法，我们在这里是给出的每一个频率的余弦和正弦的表达式。频率为0时是直流的情况，这是频率为欧米伽，我们称之为激波，这是频率为2倍欧米伽，我们称之为二次谐波。以下可以依次类推。关于 AK 和 BK 的表达式有这样的公式。如果说我们把某一个频率的 cosine 项和 sin 项进行整合，就可以得到第二种表达式，也就是某一个频率用幅值和出像角来表示。由这两种表达式的关系，大家容易看得出来，只要知道了 AK、BK、CK 和西塔 K 也是很容易知道的。需要强调的是， AK 和 BK 的计算是数学课程和信号课程所要求的内容，在电路原理课程里，我们不要求大家记忆这样的公式。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周期性信号的对称性。首先，如果一个信号是奇函数的话，比如说这样，或者说这样，那么根据傅立叶级数的系数表达式，我们很容易推得出来，这样一个信号是没有 cosine 的，只有 sin 信号。类似的，如果一个函数是偶函数的话，比如说这样或者这样，那么根据 AK 和 BK 的表达式，我们很容易知道它只有 cosine 项，没有 sin 项。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函数如果说是半波畸对称的话，那什么叫半波畸对称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函数。大家请看，对于这个函数来讲，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周期。我们如果说把整个周期的信号向右或者向左平移半个周期的话，那就是这样。这也就是这个表达式中这个部分。如果说平移前后的信号是基于横轴对称的话，那么我们就称这个信号是半波畸对称的。对于半波畸对称的信号来讲，根据这样的表达式，可以推得出来这个信号是只有奇次谐波的。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为什么我们只讨论半波畸对称而不讨论半波偶对称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区里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作为本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回答第53讲里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电路是一个方波发生电路，大家请看，这个电路既有正反馈部分，又有负反馈部分。我们在讲授这个电路的时候，跟大家说，大家只需要认为这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就好了，但是并没有给出为什么。有了傅立叶级数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它为什么是正反馈。我们经过第53讲的分析，知道这个电路产生的方波信号的周期是这样一个表达式，这是方波信号。根据我们刚才的介绍，这个方波信号应该是以这个周期为基波的正弦信号为主的信号。也就是说，对于基波来讲，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电容来讲，在基波作用下，它表现出一个容抗，这个容抗的数值带进去就是，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正弦信号的负反馈来讲，这是一个容抗和一个电阻的分压，这个分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从幅值角度来讲，有1/3的输出信号通过负反馈反馈回了反向输入端，
但是我们知道，在正反馈通道中，有50%的信号反馈回了同向输入端，也就是说，这个电路虽然既有负反馈也有正反馈，但是正反馈反馈的信号多，因此总体来说，它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前面我们介绍的正弦稳态分析都假设激励是单一频率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有可能激励是周期性非正弦的。我们可以利用数学里面的傅立叶级数，将激励分解为包含直流在内的各个频率之和。由于我们分析的对象是线性的动态电路，因此可以利用叠加定理求各个激励分量的响应。那么因此呢，各个支路量就是各个响应之和。但是难点是如何求某一个支路量的有效值，以及求这个支路量所吸收或者发出的功率，这就是本讲的重点内容。我们首先来求周期信号的有效值。我们以电流信号为例，在这里周期性非正弦信号已经被用傅立叶级数展开成了直流和各次谐波之和的形式。根据周期信号有效值的定义，我们把 I 代入，就有这样的表达式。这里面的平方，我们把它们打开，分别有4项，其中第一项是直流项的平方。积分项中是一个常数，因此我们知道它等于。第二项是这一项的平方，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正弦量的平方。应用三角恒等变换，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项变成的形式。我们知道这个大 T 是针对于激波来说的，因此对于 k 次谐波来说，这部分的积分是0，整个这个积分项也就变成了一个对常数的积分，它就等于。这里所指的 IMK 是 dk 次谐波的最大值，这里的 IK 是 dk 次谐波的有效值。第三项是直流项和各次谐波乘积的积分。类似的，这个周期是激波的周期，因此所有这些项的积分都是0，所以这一项是等于0的。第四项是各次正弦乘积之积分，这里就涉及到了2个正弦量的相乘。因此，我们还需要应用三角恒等变换，把这部分和这部分代入，可知大家发现了吗？由于在这个式子里 k 是不等于 q 的，因此得到的这2项对于激波来讲，它们的积分都是0，因此这一项也是0。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对于一个包含直流和各次谐波的周期性非正弦信号来讲，它的有效值是。类似的，对于电压我们有这个公式很容易记忆，也就是说，支路量的有效值等于各次谐波平方和开根号。在这里，我们认为直流是0次谐波。接下来，我们讨论周期性非正弦信号的平均功率。我们假设某一个元件上电压、电流呈关联参考方向，而且它们都已经用傅立叶级数展开成了直流和各次谐波之和的形式。根据平均功率的定义，它就是在激波一个周期内对损失功率进行积分，然后除以激波的周期。也就是说，积分项中有4项，我们分别来看。第一项是2个直流项的乘积，也就是说被极部分是一个常数，因此我们有
第二项是直流电流乘以各次的交流信号。基于刚才类似的讨论，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信号的积分都是0，因此它等于0。第三项是直流电压乘以各次电流，类似的这一项的积分是等于0的，所以它是等于0。最后一项是某次谐波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同样的，应用三角恒等变换，我们知道这部分是等于基于类似的讨论，这部分是0，因此背极项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常数。而我们知道西塔 Ku 减去西塔 Ki， 实际上就是 dk 次谐波电压电流的出向角之差，我们定义为西塔 K。因此第四项等于这里的 UMK 是指的 dk 次谐波的最大值 ，UK 是 dk 次谐波的有效值 ，IMK 和 IK 类似。整理这4项，我们就知道，也就是说，这个结论很容易记忆。周期性非正弦激励作用下，某一个元件所吸收的平均功率就等于各个频率下所吸收的功率之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频出功率。接下来，我们用前面的结论来分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已知电压有直流信号、激波信号、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电流有直流、激波、二次。我们要求负载所吸收的平均功率和电压电流的有效值。首先，我们来求平均功率。大家请看，这一项是直流功率，这一项是激波功率，这一项是二次谐波功率，这一项是三次谐波功率。接下来我们求电压的有效值。关于电流的有效值，我们知道在计算支路量有效值和元件吸收平均功率的时候，有一点是容易出错的，也就是说，时域表达式的最大值要转换为有效值来进行计算。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90讲。我们在前2讲的基础之上，来讨论一下周期性非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利用傅立叶级数，把周期性非正弦展成直流和各次谐波之和。其次，针对所分析的线性动态电路，我们需要应用叠加定理，分别求直流和各次谐波作用下电路的响应。第三，在得到所有响应之后，我们需要用第89讲所介绍的知识，获得支路量的有效值和元件所吸收的平均功率。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实际的例题来介绍一下如何综合应用这个方法。这个题目是这样的：电压源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标准的桥式整流输出波形。这个电感和这个电容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负载是一个电阻。很显然，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一个周期性非正弦激励。我们就用周期性非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来看一下负载上所获得的电压波形是怎样的。将这个波形用傅立叶级数展开，可以得到这样的表达式。我们忽略了4次以上的谐波，只将直流、2次和4次进行了保留。
我们要求负载电压的瞬时值表达式及其有效值，同时我们还要求负载所吸收的平均功率。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过程，这个电路需要拆成3个子电路来分析。首先，对于直流电路，我们需要画出直流下的等效电路。对于直流来讲，电感是短路，电容是开路，因此有很显然，电阻所吸收的直流功率是接下来我们分析二次谐波。首先我们需要画出它的等效电路。对于二次谐波来讲，电压源是电感的感抗是电容的容抗是电阻是对于这样一个正弦稳态分析来讲，我们很容易求得出来。因此，电阻上二次谐波的瞬时值表达式是二次谐波给电阻提供的功率是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电压源的时域表达式全部是用 cosine 给出的，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将其换算成 sin， 就直接可以应用向量来进行计算，只不过在获得向量以后，写出其时域表达式的时候恢复成 cosine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求4次谐波作用的响应，依然我们需要画出等效电路。对于4次谐波来讲，电压源是电感的感抗是电容的容抗是电阻是这同样是一个正弦稳态分析电路，我们可以求出也就是说，对于4次谐波来讲，电阻电压的时域表达式是4次谐波在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是接下来，基于此前我们分析的所有结果，我们来求电阻上电压的时域表达式，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写出了。如果要求电阻上电压的有效值，那就是电阻所吸收的平均功率是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道题的分析。大家发现了吗？对于这样一个桥式整流输出的电压来讲，直流信号和2次谐波信号和4次谐波信号的幅值是接近的。但是经过了 LC 滤波器以后，对于负载来讲，直流信号完整的被保留了，2次谐波信号被大大的衰减了，4次谐波信号也被大大的衰减了。因此，整个这个电路起到了很好的低通滤波器的作用。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